官媒新华网今天头条文章是：学习进行时要时刻准备着将来接班。乍一看，以为习近平要随时卷铺盖走人，原来今天是6·1，一篇命题作文而已。可联想到今天的大形势，这文章的题目似乎并不简单。官媒难道不是借题发挥，开了一个冷笑话，要暗中传递一个大消息吗？这几天海外四处传播朱镕基、李瑞环等中共元老要习近平退位让贤的消息，虽然真假难辨，却调动了坊间的活跃度，气氛营造相当到位。在这种舆论环绕下，曾卖力为习近平推出香港国安法，以强硬著称的驻港中联办主任郑雁雄突遭北京深夜免职，从侧面透露了中南海生变的气息。一边是各种传闻将空气炒到火热，另一边是官方消息一点一点印证，让人们不得不信满天飞的传言确实具有遥遥领先的预热效果。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潇。海外近期热传一份朱镕基今年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文稿，日期是2025年5月。文稿借朱镕基之口隶属习近平执政13年的经济失误，要求立即召开中共4中全会，改组政治局，清除文盲与流氓，提拔懂经济务实的干部。信中有这样的话：习近平同志，你把经济搞砸，我没给你鼓掌，因为你不配，现在是最后机会，赶紧让位，为能人让路。资深媒体人蔡胜坤今天也在油管上爆料，说朱镕基病中捎口信，认为权力不该长期集中在个人手中。他没有为中共19大取消任期限制鼓掌，任期限制是重蹈文革覆辙的防火墙。但这件事让新领导不高兴，也是很多人不再来看他的原因，但他不后悔，这是他的立场。拥有12万8千粉丝的 X 账户谢万军昨天发文说，据传李瑞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要求习近平下台，并要求追究习近平杀害李克强的刑事责任。吕奥学者李元华认为，我看应该不是朱镕基的口吻，很多人讲话了，有些人没讲话也去把他讲话给再模拟出来，我觉得可能有修改，就是讲话了也未必是他的原话。我想这是一个整体造势吧，是通过这么一种形式来让世界知道中共内部要变化了。这还不是简单的一个就是习的政敌去搞的事情，而确实是习可能真的是大权旁落了，那么接替者他也需要在舆论上有一个铺垫。尤其是像海外怎么传递这个信息呢，他就用这种形式真真假假的，那可能有人也借这个机会去表达自己意思，借这些人去写习的几大罪状，或者去训斥习。现在越来越多了，就是去把这些东西整在一起去说，它确实不是反了，真真假假的掺在一起吧，但是能反出一个趋势。有些人甚至通过流传自己没讲过话或者流传自己讲话的版本，可能都要抬高自己，因为毕竟要改朝换代了嘛，起码要有一个权力更替。这个时候你突然的去呈现一篇，你去声讨，那好像你就有正义性，然后你之后你就可以安插你的人了。所以好多人过去的这种利益集团方方面面都要在这个时候去露图了，就是没讲话的现在要拟一个自己讲话的东西了，我都觉得传出来。以后怎么分权呀？习扳倒我是有功的呀，然后以后我要拿我那份利益呀。这里边还是有别人编造，我说甚至有些人自己愿主动传这些了。如果说元老要求习近平退位让贤还是传闻，不知道真假，可香港中联办主任郑雁雄5月30号晚被公布免职的消息却千真万确。郑雁雄人事变动的消息没有任何预兆，也没有任何提前方式，来得非常突然，外界直呼罕见。郑雁雄今年61岁，他在任职中共广东汕尾市委书记时，强硬处理汕尾乌坎村村民维权事件。事件平息后调回广州，升任中共广东省委秘书长。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是现任中共中央纪委书记李希。
郑燕雄2020年7月担任中共中央驻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署长，并在2023年1月升任香港中联办主任。他在香港力推香港国安法，以强硬著称，是美国制裁中港官员名单上中共官员。港媒《明报》称，1997年后历任中联办主任中，郑燕雄是任期最短一人，只有近2年半时间，官方没有公布他的去向。对于中共突然免去郑燕雄所有香港公职的消息，网民庆丰包子的孟弟5月31号在海外论坛品聪发帖说，这就是共产党经典的用人套路，先让一个唱白脸，再一个唱红脸。就比如新疆就是先让酷吏陈全国唱白脸后，之后又换马兴瑞开始搞经济唱红脸。现在香港国安法已经推出，香港已经整顿完毕，郑燕雄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得换一个温和的周济上来搞经济了。看来习近平很可能马上就要为中国经济倒退和在国际上惹出的麻烦背锅了。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6月1号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共同应对中共在东海与南海的威吓行为。菲国防部长指责中共在南海争议海域攫取领土并镇压本国人民，与北京所宣扬的和平攫取承诺背道而驰。荷兰国防大臣布雷克尔曼斯表示，中共正在加强对荷兰半导体行业的间谍活动。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直接用共产中国指称北京，显示美国已把中共看作急需解决的最大麻烦。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0号在新加坡发出警告，如果北京不采取更多措施，阻止朝鲜参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北约就会深度介入亚洲事务。言外之意，欧洲对中共不再客气。这个时候能记起习近平的似乎只有普京了。俄副外长鲁登科今天向俄新社透露，克里姆林宫和中南海正制定领导人双边会谈计划，今年9月普京将访问北京，与他会谈的人很可能就是习近平。官媒今天是不是爆了一个冷笑话，在暗中传递中南海的真实消息呢？习近平会不会下台呢？请留言告诉我们。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